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丧尸出现，你可以选一把冷兵器防身，你会选择什么呢？我觉得比起刀剑，或许在这种性命攸关的情况下，天灵盖粉碎者、物理学圣剑、来自农田的破甲恶魔、非管制冷兵器中永远的神鹤嘴锄，搞不好是你更好的选择。不要看不起老乡造，古代军队的来源之一就是农民。当武器缺乏时，这些农民出身的兵员往往便会使用趁手的农具充当武器。在使用的过程中，军队会对农具的外形进行调整，使其更适合作战，农具便演化成了军用武器。不过鹤嘴锄进入战场的情况比较特殊，它作为一介老农的工具被拿上战场，单纯是为了对付战场上难缠的板甲。没人知道最早是谁把这玩意儿带上战场，但它基本上是一般步兵面对重甲敌人时杀伤效率最高的武器了。这里面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就能明白。毕竟这东西平常作为工具时也是拿来凿石头、挖矿，石头都能凿，拿去凿人肯定也是一把好手。可能某位倒霉农民体验了一次以后，鹤嘴锄作为武器的性能就开始得到世人肯定了。其实无甲或轻甲对上重甲，无论拿什么冷兵器都吃亏，更何况你面对的是盔甲中的巅峰板甲。很多人吹锤子好使，说它破甲效果好，但是锤子普遍短，攻击范围小，消耗体力更大，攻击速度慢。这些缺点在实际格斗中影响可不小。人家重甲兵随便一击就能让护甲弱的一方受伤、残或死亡，裸奔的屌丝得仔细找弱点打，同时还要小心翼翼地回避或格挡对面的一切攻击。还有板甲骑士会拿剑刃戟之类的长柄戟作战，你的小锤子如何碰到人家就是个问题。板甲骑士就算不拿戟，拿个长剑就够你喝一壶的。不要以为身着板甲就很迟钝，相对于裸奔的屌丝确实比较迟钝，但还是可以保证一定的作战灵活性。再算上彼此防御的天差地别，杀敌还是不成问题的。这种情况下，鹤嘴锄的优势就让它成为面对厚重盔甲时的逃课武器。鹤嘴锄的构造让它的攻击方式有所不同，自上而下挥动发出的凿击，就像我们之前讲匕首时提到的下刺一样，接近人类的本能反应。这种发力方式往往比其他攻击手段力道更大，而鹤嘴锄尖锐的一头又与目标的接触面积小，施力点更集中，也就更容易凿穿敌人的铠甲。这个逻辑就像我们玩游戏的时候，扩散的攻击造成的伤害总是不如收束攻击伤害高一样。与目标的接触面越大，施加的力也就越分散。虽然战锤等钝器造成的伤害可以让板甲变形，但论起破甲，鹤嘴锄还是永远的王者。因此后来很多欧洲的长戟上都会额外加装一个横向的枝，在突刺和劈砍的功能之上又增加了凿击的效果。鹤嘴锄的尖端赋予它无论是面对重甲、轻甲或者无甲的敌人都可以应对的杀伤力，可以说是一招鲜吃遍天。而很多鹤嘴锄还会把另一头制造成扁平类似斧刃的扇面构造，这又为它赋予了劈砍的功能。于是鹤嘴锄就凭借这样的多功能性成了一个平民款的戟，短柄可以双持，长柄也能当戈用。当然说了这么多，裸奔屌丝想靠鹤嘴锄建立起绝对优势，单挑战胜板甲骑士依旧是困难重重的。板甲给骑士带来的巨大优势不是一个鹤嘴锄就能抵消的，而且毕竟没有什么规定说鹤嘴锄只能无甲者用，万一对面的骑士也拿着鹤嘴锄，那就更惨了。某种意义上，鹤嘴锄拥有堪称完美的设计，简单高效的造型让它无论是作为工具还是武器都可以胜任大部分用途。从诞生到现在，历经千百年时光，也没有发生形态上的变化，人类很难开发出比它更顺手且能担负其职能的工具了。这也是为什么开头说这可能是丧尸爆发时最好用的神器，因为毕竟大部分平头老百姓在使用武器这块是纯草牌。刀剑在使用上其实需要很多技巧，一般人单纯拿着胡乱挥砍，搞不好结果是事倍功半。而鹤嘴锄这样的工具就不存在这个门槛，向下凿击这种动作连幼儿园小孩都能做出来，关键时刻掏出来爆一两个僵尸的头，搞不好比起刀剑更容易救你一命。不过说了这么多，并不代表鹤嘴锄就是无敌的存在，毕竟到底它还是一种工具。过去的农具在锻造水平上显然不能和武器相比，因此鹤嘴锄的损坏率也相应比较高。
而最大的问题就是凿击这种动作。凿人一时爽，收武器时就不如长枪这种武器丝滑了。加上鹤嘴锄略带弧度的锄头被盔甲或者骨骼肌肉之类的东西卡住，也是时有发生的事。在战场上无法收回武器的致命之处，想必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其实上了战场的武器也不止鹤嘴锄一样，例如另一种在田间地头工作却长得霸气侧漏的武器——镰刀。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这种拿来割草的武器在必要的时候都可以成为攻击别人的武器，甚至各国都有直接拿农具作为武器的庄稼把式武术套路。不过这应该只是农民碰见盗匪之类使用镰刀等武器进行自卫对抗的技术，属于用于自卫的临时武器。真正上战场的农民兵很多都会把镰刀的刀头砸直来作为兵器。例如19世纪时波兰农民起义，就有很多人把镰刀砸直，让其变形成了大砍刀。毕竟弯着的镰刀作为武器来说确实不好用，临时凑合用还行，作为专门的武器来说还是砸直了好用些。也有些农具不是被农民带上战场，而是直接被军队相中了。例如铲子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步兵用的铲子直到今天也依然是军队里不可或缺的制式装备。现代化军队的陆军步兵照样装备这玩意儿，绝对不会因为打什么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而放弃了这土得掉渣的玩意儿。实际上一直到二战时期甚至二战之后，世界各地依然有很多条件艰苦的游击队选择鹤嘴锄之类的农具作为近战武器。鹤嘴锄这种工具在战场上打工的经历恐怕还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